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学术星光。一支新疫苗从实验室要走向临床，平均需要10年的光阴跟数亿美元的投入，其中寻找到那个能精准引发免疫反应的靶点，往往是最耗时的一步。AI 的出现能不能缩短这一切呢？在大语言模型已经重塑了自然语言处理，而生命体内同样蕴藏着一套完备的生物编码语言。从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对蛋白质结构的解析，到 Point Trace 对氨基酸生层表征的学习 ，AI 与生命科学的交叉已成为生物制药里最具价值的前沿阵地。在免疫学中呢，B 细胞表位，也就是 B cell epitope， 正是这样的关键靶点。它是病原体上能够被免疫系统识别的特定区域。精准预测 BCE 意味着我们能够提前找到引发免疫反应的靶点，从而极大的去缩短疫苗研发的周期。但长期以来，这一环节饱受预测效率低、精度差的制约。今天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中山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梁君泽老师来到学术星光的直播间，分享他与团队自主研发的 BEPIC 首个应用到 Transformer 架构的 BCE 预测全流程管线。BEPIC 巧妙融合了自注意力机制、高维特征投影与卷积神经网络。它不再仅仅是在机械的对比序列，而是像理解人类语言一样，自主提取蛋白质中复杂的表位特征，从而极大的去缩短疫苗研发的周期，加快疫苗研发的速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老师登台，然后请他开始今天精彩的分享。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博士后梁君泽。那么很感谢黄大年茶思屋能让我有这个机会给大家做分享。那么分享的内容题目是用语言大模型解读生物密码。那么这次分享赶在这个特朗普访华的一个前一天啊，我们争取看看能不能抢了他的一个头条啊。我们也看了这个论坛的很多的以前的一些分享，它都非常的高大上，有很多做大模型的这个计算机大佬他上过台，他们造的模型呢去哪里去应用呢？其实我们生物学就是很适合的一个应用场景之一。那么很欢迎大家和我灵感碰撞以及合作课题。那么我们这次的分享呢，主要讲5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生物语言和自然语言的一个联系，蛋白质语言模型的一个应用，用 AlphaFold 预测蛋白质结构，用 BEPIC 筛选疫苗靶点，以及领域内的一些局限与展望。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部分，就是生物语言和自然语言的一个联系。那为了提高一下我们的一个逼格啊，就要讲一下这个2024年的一个诺贝尔化学奖，它与蛋白质结构预测和重头设计呢这个领域相关。这个领域在生物学里面呢是很重要，而且很适合去做大模型的一个应用场景。获奖的呢是大卫贝克、戴密斯哈萨比斯和约翰江伯。那么这3位的工作呢，其实代表了2类不同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大卫贝克呢，公开他开发的这个 Rosetta 平台呢，属于传统计算方法，它已经发展了非常多年了，然后被很多我们这个做分子对接的这些研究者去使用。那么主要用于这个蛋白质的结构预测、分子设计和分子对接。那么可以理解为一个可控性非常强、适合做精细优化的一个，还有机制研究的一个工具。那么另外2位开发的一个 AlphaFold 呢，属于近年来兴起的深度学习方法。他们呢都是属于 DeepMind 的一个公司，他们只需要输入蛋白质序列，就可以快速预测蛋白质的一个3维结构。它速度快，准确性高，大大提高了结构解析的一个效率，可以说推动了整个领域从传统建模向 AI 预测去转变。那么刚刚我们一直在讲基于结构的蛋白质预测和设计，那么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是什么呢？蛋白质它到底是什么？它的结构为什么这么重要？其实蛋白质在我们身体里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理解为一个层层递进的一个系统。那么我们人体呢，它是由器官去组成的，器官呢，它是由组织去组成的，那么组织呢，它是由细胞去组成的。那么细胞再往下的一个层面就是分子层面了。那么细胞内部最重要的几类分子呢，就包括蛋白质、RNA、DNA 以及各类的一个代谢物。那么这些分子当中呢，蛋白质可以说它是个牛马啊，它就是真正干活的那一类啊，就是蛋白质。
它是生命功能的一个直接执行者。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角蛋白，然后角蛋白它是我们头发的一个构成的一个蛋白质，然后呢，它可以去负责去，比如说有蚊虫来叮咬，它可以抵御蚊虫的叮咬。那么血红蛋白呢，它就可以在我们的血液中运输氧气。那么还有一些胶原蛋白呢，它富含在哪里呢？它富含在我们的皮肤上面，它可以做这个我们的一个维持我们的结构和弹性。那么蛋白质呢，为什么能够完成这些功能呢？核心就在于它的一个三维结构。蛋白质呢，它并不是一条简单的链，而是会盘旋折叠，形成特定的空间形状。那么这个形状呢，就决定了它能够和哪些分子去结合，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反应。那么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呢，就是酶的一个作用过程。那么只有当底物和酶它的一个结构刚好匹配的时候，酶它才能发挥作用，把底物转化为产物。这个我们高中课本就已经学过了。所以总结来说呢，蛋白质的结构决定了它的一个功能。那蛋白质它是如何形成结构的呢？首先，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那么氨基酸呢，就是它的一个基本单元。如果做一个简单的类比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蛋白质看成一句话，氨基酸呢就将是组成这句话的词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tokens。那么常见的氨基酸呢，大约有20种，有点类似于我们的26个英文字母。通过不同的一个组合呢，可以表达出不同的一个信息。那么这些氨基酸通过脱水缩合依次连接，形成蛋白质的一个一维序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级结构。那么这条链呢，就会进一步的盘旋折叠，最终形成具有特定空间形状的一个三维结构，从而发挥它的一个功能。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过程呢，并不是随机发生的。氨基酸的它一个排列啊，它是被精确的编码的。那么这个信息来源呢，就是 DNA，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基因。那么 DNA 呢，它会先转录成 RNA， 再通过翻译过程合成蛋白质。这一套流程呢，就是我们生物学常说的中心法则。那么既然我们刚刚把生物分子理解为一种语言，那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么流行的这个语言模型呢，它能不能够然后呢，我们这个生物中呢，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生物语料库。就比如说这个DNA， 它是由这个 A、G、C、T 4种这个碱基去组成的。然后我们细胞中呢，它大约有6.4亿个碱基。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RNA 是由 A、G、C、U 4种碱基去组成的。那它呢，在我们的细胞中呢，也有10的8次方到9次方这个数量级。那么氨基酸蛋白质呢，我们刚刚说了，它的一个组成单位是氨基酸，它是由20种氨基酸去组成的。那么我们人体中呢，大约有2万种的一个蛋白质，然后平均的一个长度呢，大约是180个氨基酸的一个长度。那么它的一个数量级呢，也是10的6次方到7次方。那么这个 DNA、RNA 蛋白质，它们有各自的一个字母表，然后呢，它们有各自的一个语法规律。我们其实可以把它们理解为什么？就像中文、英文、拉丁文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我们细胞中呢，蕴含着庞大的一个生物语料库。那么既然我们把这个生物分子理解为一种语言，那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么流行的这个自然语言模型，能不能也用来建模这种生物语言呢？那我们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直观的一个类比，在自然语言里面呢，比如说中文和英文，它们的基本单位是词源，比如说 hello、word、你、好，这些词源呢可以组成一个句子，就比如说 hello world， 你好世界。那么自然语言模型呢，就可以通过学习大量这样的一个句子呢，完成阅读理解、文本分类，还有一些问答任务。那么在生物系统里面呢，其实它也是完全类似的。氨基酸呢，它就相当于词源；氨基酸呢，它按排列的一个顺序形成的一个序列，就相当于句子。那如果我们用类似的这个模型去学习这一些序列呢，那么它的这个模型呢，同样可以去完成一些下游的一些任务，比如说疾病分类、蛋白质功能的预测，甚至是蛋白质设计。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生物语言和自然语言在建模方式上是高度相似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二部分，蛋白质语言模型的一个应用。那么其实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研究者开始尝试使用这个自然语言模型去研究生物学问题。这里我们列举了几个代表性的一个工作，这个包括 ProTrans、ESM 系列以及这个 ProtGPT2。那么它们可以分为2类，其中 ProTrans和 ESM 呢，它更偏向于去
学习这个生物序列、蛋白质序列的一个表征。那么 PROT-GPT-2 呢，它更是一个生成式的一个模型，它可以直接生成新的蛋白质序列，去完成我们的一些生物学的一些任务。那么这些工作分别发表在这个 IE、Science、NC 等期刊上面。那我们看这个右边的这一个结果，那么这个右边的结果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模型的一个不断升级，比如从这个 ESM2 到 ESMC， 在蛋白质结构预测任务上的一个表现呢，它是它是不断一个提升的。那么这一个提升呢，是 ESM 这个作者去列举出来的，所以其实就真正要比这个模型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们还是需要第三方的去介入去比较。那么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趋势呢，那么就是模型的这个参数量的一个增加。那么无论是 ESM2 还是 ESMC， 它的性能呢都逐渐的变好。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蛋白质预测的一个效果都在逐渐的增强，这其实就说明这个蛋白质语言模型同样具备了类似自然语言模型的一个规模效应，也就是说，模型越大，数据越多，就越有能力去捕捉蛋白质序列中隐含的结构和功能信息。那么我们呢，以 ProTrans 为例来看蛋白质语言模型是如何工作的。那么这个模型本质上借鉴了像 BERT、Transformer 这样的一个自然语言模型，在大规模数据上进行一个训练，比如它使用了 2.16 亿个蛋白质，然后这个 2.16 亿个蛋白质呢，总规模达到了3930亿个氨基酸去进行一个训练。那么具体来说呢，模型输入的是一个蛋白质的一个一级序列，也就是氨基酸的一个氨基酸残基的一个有序组合。那么这些序列就会被转化为这个向量表示，送入到 Transformer 里面，然后通过我们经常这个 Transformer 最牛逼的自注意力机制去学习不同氨基酸之间的一个上下文关系。也就是说，每一个氨基酸它不仅仅代表着它自身，它还包含了整个序列的一些语境信息，从而得到一种具有上下文表示的氨基酸表示。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表示呢，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更细粒度的一些任务。那比如说就是在氨基酸层面去预测突变的一个影响。那么什么是氨基酸突变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蛋白质序列上的一个氨基酸的一个种类或者顺序发生了改变。那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今天是大晴天，那么这个语义如果我把它换成今天是艳阳天，那么语义呢它基本没有变，我们叫做同义突变。那么如果我们把它换成今天是个阴雨天，那整个句子就完全变了味了。那我们突变也是类似的。那突变呢，它和很多的我们的生物学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进化是非常相关的。那么有一些研究就发现这个突变呢，它不仅仅是取决于单个位置的一个影响，它还受到周围的一个序列的环境的一个影响。它的一个突变的这个功能，它是受到一个上下文的一个影响的。那么这个就适合是谁去做预测呢？那肯定就是我们的蛋白质语言模型，这个是我们蛋白质语言模型最擅长捕捉的一个特征。那么进一步的，如果我们把这些氨基酸表示去做一个池化，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整个序列的一个表示，去完成序列层面上的一些任务。那就比如说可以去做一些二级结构的预测，亚细胞的一个定位，膜蛋白的一个预测。那比如说这个 ProTrans 它在这个二级结构预测上面，它去预测阿尔法螺旋、贝塔折叠和无规则卷曲的一个准确率可以高达81%到87%。那么在亚细胞定位上呢，就是看这个蛋白质它是在细胞核里面，它是在线粒体里面，还是在细胞膜上面，它的这一种的一个亚细胞定位，它的一个预测准确率也可以到达81%。那么膜蛋白预测就是看这个蛋白质它是不是在膜蛋白上面，还是它不是膜蛋白。那么它这个准确率呢，能够高达91%。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个 ProTrans 在许多生物学的一个预测任务上呢，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在大语言模型它出现之前呢，我们在做蛋白质功能预测的时候呢，比如说刚刚的一个突变影响、亚细胞定位等这些预测的时候，通常离不开这个多序列比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MSA。它的一个核心思路呢，其实很直观，就是去已知的数据库找到一些和目标蛋白相似的一个序列。因为同源蛋白它往往具有相似的结构和功能，所以一旦我们找到了这些相似的序列，就可以把已有的信息迁移过来。那么比如在膜蛋白预测的一个任务里面，如果一个未知蛋白它通过多序列比对发现它和其他物种的一些膜蛋白很相似，
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蛋白它很可能坐落于这个细胞的细胞膜上面。那么但这种方法呢依赖于数据库，如果遇到的这个新蛋白或者是低同源的一个蛋白质，那么在数据库中找不到足够相似的这个样本，那么以其为核心的这个模型预测效果呢就可能会下降。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多序列比对它本身计算开销很大，那么随着数据库的一个规模的一个不断增加，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个 UniRef 100进行预测，那么这个数据库检索数据库里面有4亿的一个蛋白质，那么 MSA 在预测的时候就会成为整一个计算流程中的一个计算效率的一个瓶颈。那么相比之下呢，蛋白质语言模型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思路，那么它不再显示的依赖于序列比对，而是直接从大量的这个序列中学习统计规律，在推理阶段呢，我们只输入一条序列就可以快速的给出一个预测效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多序列比对的一个依赖。那么就讲到我们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将更细致的去讲 AlphaFold 它这一个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软件，它是如何预测蛋白质结构的。那么刚刚我们讲了这个AlphaFold 这一个软件呢，它其实蛋白质语言模型对它的一个贡献是很大的。那么 AlphaFold 为什么这么重要？它到底改变了什么？这里就要提到这个生物制药这一个领域。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说法，叫做30定律，也就是开发一种新药通常需要大约10年的一个时间，然后10亿美元的一个投入，以及这个成功率它可能只有10%。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一个项目都会在中途夭折，那么代价成本也是非常高的。那么比如说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阿杜纳单抗，我们后面简称为 A 药。那么这是一个针对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药物，那么它的一个科研思路呢是通过清除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来缓解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发展。那么阿尔兹海默病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老年痴呆，那么贝塔淀粉样蛋白呢就长期以来就被认为是和神经元损伤密切相关的一个蛋白质。那么这个项目呢在07年就被这个伯根公司引入了，那么其实被公司引入之前它肯定还做了非常长时间的一个科研究，所以其实这个药物在研究的一个时间可能会比07年更早。那么它在16年进入了这个3期临床试验，19年呢终止了这个3期临床试验，然后可能他们公司呢不甘心，最后在2021年呢让它上市，最后呢得到的这个效果呢并不好，所以在2024年呢最后停止开发与商业化。我们算一下，一共这个从引入项目到停止开发和商业化共用了17年的一个时间，投入呢肯定也非常的巨大，因为涉及临床它的一个投入比就很强很大。那么最终呢没有达到一个预期的一个效果。这类案例呢其实在生物制药领域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那么也正是因为研发成本高、周期长，而且不确定性很大，才使得我们迫切需要这个更高效的工具来帮助我们理解药物靶点的结构和功能，从而提高药物研发的一个成功率。这也正是 AlphaFold 这一个模型产生价值的地方之一。那么在生物制药中呢，很多药的这个作用机制呢都是药物分子和靶点之间的一个相互作用。那么最常见的靶点呢就是蛋白质，那么常见的药物分子呢有小分子药物啊、肽类药物啊、蛋白药物等等。那么呢蛋白质结构解析呢一直是药物研发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为什么这个常见的药物靶点是蛋白质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因为蛋白质是牛马，它是干活的那一类，所以一般药物靶点都是蛋白质为主。那么传统的方法主要依赖于这个实验手段，比如说 X 晶体衍射实验，它需要获得这个蛋白质的一个结晶晶体。那么我们做这个实验的同学也知道啊，这个蛋白质晶体获得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失败率的啊，然后耗时也比较长啊，你们做蛋白醇化的时候啊非常的痛苦。那么这一个方法呢，它的一个设备成本呢也在数十万到数百万不等。那么另外一个实验呢就是冷冻电镜的一个方法。我们这个冷冻电镜呢在全世界都没有几台仪器，那么它这一个仪器呢设备更加的昂贵，数据处理也更加的复杂，然后实验呢的一个周期呢也要到数月的一个级别。那么要输出一条，然后呢 AlphaFold 呢相比之下它带来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只需要输入一条蛋白质的一个序列，就可以在10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内预测出蛋白质的一个三维结构，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十分钟
大幅提高了这个蛋白质结构解析的一个效率，而本地部署的一个成本呢，也大概只用5到20万元。设备的一个成本呢，也同样大幅的降低。那么从原理上看呢 ，AlphaFold 它并不是完全摆脱了传统实验的一个方法，因为它的一个训练集仍然依赖于这个实验数据。这些数据呢，主要来自于这个 PDB 数据库。那么这些训练数据呢，记录了大量通过实验解析出来的这个蛋白质的一个结构，里面包含了蛋白质原子的3维坐标和空间信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 AlphaFold 的一个整体架构。那么模型呢，它以这一个序列作为一个输入，我们看这个第一步。然后呢，输入了这个序列以后呢，这个模型就会在这个数据库中去检索它的一些同源序列，然后呢，获得这个多序列比对的一个结果，从中提取这个目标序列的一个氨基酸残基间的一个共进化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二步。那么为什么这个多序列比对中蕴含了这个进化信息呢？因为不同物种同源相似的一个序列，它之间的一个差异，它蕴含了蛋白质在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模式。那么我们举一个比方，打一个比方，就是好比人猿和人，大部分的蛋白质序列都是相似的，但是相似序列中的一个蛋白质序列中的一个差异呢，就可能蕴含了类人猿它进化成人的一个进化信息。那么这个共进化的共字又体现在哪里呢？如果蛋白质它某一个氨基酸发生了改变，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条，它的 Q 变成了 E， 然后另外一个氨基酸呢也随之马上发生改变，就这个 T 变成了 S， 那么我们就认为呢，这两个位置之间呢存在着某种协同约束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约束一旦被破坏掉，可能会影响蛋白质的一个结构稳定性。因此呢，这种协同变化往往暗示着什么呢？它们在3维空间中存在着结构或功能上的一个关联。那么在模型内部呢，这些共进化信息会被编码为2种不同的数学表示，分别是这个 MSA representation 和这个 peer representation。它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第3步。那么为什么要做这2种表示呢？因为它们其实是各有这个侧重点的。那么它对刻画共进化信息有1+1大于2的一个效果。那么第一是这个 MSA 的一个表示，它可以理解为多序列比对里面氨基酸蕴含的共进化信息的一个刻画。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残基对的一个表示，它刻画的呢是2个氨基酸残基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前者关注的这个对象呢是单个位点、单个氨基酸残基，那么后者关注的这个对象呢，它是2个这个氨基酸残基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像一个线段，前面关注的是线段的2个端点，那么后面关注的呢是端点中的一个连线。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两种表示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氨基酸残基之间的一个关系，才能对它的一个空间位置进行一个相对的一个定位和刻画。那么随后呢，这2种表示呢，就会通过这个核心模块 AlphaFold 进行反复的一个更新，使得这个多序列比对的一个表示和氨基酸残基对的一个表示相互的不断的交互，引入这个几何约束，从而不断收紧这个空间结构的一个可能，然后呢，使预测结果逐渐收敛到合理的一个空间关系。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第4步。那么我们这个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空间关系呢，我们就会通过这个 structure 模块把它转化为这个3维坐标，这个就是我们的第5步。然后呢，什么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几何约束呢？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氨基酸残基在这个3维结构中的一个相对位置，它并不是随意摆放的，也不像我们摆积木一样随便摆。那么它是受到彼此氨基酸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限制的。那么模型到最后呢，它会输出这个 CIF 文件，也就是记录了这个蛋白质的一个原子的3维坐标的一个文件，然后呢不包含氢原子，那么以及一些对这个预测的一个置信度的一个指标，就包括这个 PRDDT、PAE 和 PTM 这一些指标。然后这些指标可以用于评估这个预测结果的一个可靠性，这个就是我们的第6步。这就是 AlphaFold 将蛋白质序列它转化成3维结构的一个整体流程。它首先呢是输入一条序列，然后找到这个多序列比对的一个结果，然后多序列比对结果呢，它就把它们里面的共进化信息刻画成一个数学表示，然后再把这个数学表示转化为3维立体结构的一个坐标，这个就是 AlphaFold 的一个流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 AlphaFold 流程中最核心的一个模块 AlphaFold。
Everformer 这个名字看名字就知道 ，Everformer Transformer，Everformer Transformer， 它运用了很多 Transformer 里面的一个技术。左半部分呢，就是运用了这个 Transformer 技术最多的一个模块，它主要是对这个 MSA 表示呢做一个建模。我们 Transformer 只有一个注意力机制，那么这个 Everformer 呢，它是有这个左边的这个 MSA 表示呢，它是有两个注意力机制，它这个模块有2个注意力机制。那么第一个注意力机制呢，就是行注意力，它关注的是我们共进化里面的共字。那么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同一条序列内部不同氨基酸残基之间的一个关系。说白了就是我们打横着比较，就是它和它的关系，它和它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呢，然后之前我们就说过，这个2个表示呢，它是会相互交互的。那么 Everformer 会把这个氨基酸残基对的这个表示呢，作为一个偏置项，就是把这个右边的表示作为一个偏置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引导信息，然后把它引入到这个行注意力里面。所以我们模型在更新这个 MSA 表示的时候呢，它不只是会看这个序列模式的一个关联，就是看这个序列的一个上下文的一个关系。这个就是和我们这个 Transformer 是非常像的，它就是学习到这个上下文信息。那么额外的地方呢，就是通过这个右边的一个偏置项的一个引入呢，它这个 MSA 表示，它还能看到这个带来的一个几何联系。那么为什么右边的这个氨基酸对表示呢，它能够有这个几何联系呢？那我们后面再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列注意力，那么它关注的是共进化里面的进化2个字。那就是同一个氨基酸残基在不同物种的一个同源序列之间的一个变化模式，说白了就是打竖着比。那么它整合了这个 MSA 带来的一个进化信息我们一直在反复强调，就是我们多序列比对带来的是进化信息。那么左边的这个模块呢，经过这个注意力层以后呢，它的输出呢，最后就通过这个变换层进行一个非线性变换，来加强这个表达。这个和我们这个 Transformer 最后也很像，它通过一个4倍的一个hidden size 去增强它的一个，然后做一个非线性变换来这个增强这个表达。那么接下来呢，这个 MSA 表示它输出的这个 embedding 呢，就会通过这个平均外积的一个方式映射到这个氨基酸残基对表示上面，从而显示的去构建这个氨基酸残基对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就是从把单点信息转向这个成对关系的一个建模。那么右边最核心的这个模块呢，就是三角更新。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引入中间氨基酸的一个残基，传播这个几何约束。所以这就解释了我们前面说的，为什么氨基酸残基对它蕴含了几何联系，就是靠这个三角更新来把这个几何联系引入进来的。那么可以用很直观的一个例子来解释为什么要用中间氨基酸残基来传播这个几何约束。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在2维空间上面，如果我们已知 i 和 j 的这个距离关系，那么这个 j 它可以在这个圆的任意位置上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引入第3个残基 k，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 j 的位置就被限制在了这个 k 圆和 i 圆的一个交点，甚至是切点上面。那它在一个2维空间上的一个空间可能呢，就从本来是在一个圆上缩小到了可能性只有2个交点，甚至是切点上面。那么3维空间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如果我们已知 i 和 j 的一个距离关系，那么它这个 j 的位置它可以在整个球面上面。那么如果我们引入了第3个这个氨基酸残基 k， 那么这一个 j 的位置就会被限制在这个 k 球和 i 球的一个相交的一个圆上，这个空间可能也大幅降低了。那么以此类推呢，我考虑了这个中间氨基酸残基越多那么那个目标的一个那个氨基酸残基的一个空间定位是不是就越确定？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呢，这只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类比。实际中呢，模型是通过学习这种三角关系来隐式的去编码这种几何约束。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这个 Everformer 不断在这个 MSA 表示和这个氨基酸残基对表示之间进行一个信息交互和约束传播，逐步优化了对蛋白质结构的一个表征。那么 Everformer 可以用一句话去概括，就是将共进化的信息转化为结构中的一个几何约束。那么在介绍完这个 AlphaFold 一个整体架构以后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它在实际中的一个使用方式。那么如果你比较懒不喜欢那个本地部署，
那可以直接在这个官方提供的这个在线平台 AlphaFoldServer.com 去整体的去运行这个流程。那么这个流程也比较简单，首先你就根据这个研究对象去添加它的一个分子，然后选择这个研究对象的一个类型，然后输入它的一个序列，保存任务，去运行任务就可以了。然后呢，运行完这个任务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氨基酸输出的这个AlphaFold 输出的这一个三维结构。那么它的一个颜色呢，表示不同残基位置的一个预测置信度。那么同时呢，右侧提供这个 PAE 的一个矩阵。那么这个 PAE 矩阵是用来判断这个哪些区域是它预测更加可靠的一个区域。此外呢，这个用户还可以去下载一些原始的一个结果文件。那么这个结果文件包括这个残基级别的一个预测信息，然后比如说这个 PLDDT 和这个 PAE。那么 PLDDT 呢，它是每个残基位置预测的一个可靠程度 ；PAE 呢，它是两个残基之间相对误差的一个预测。那么我们可以也从这里看出，一个呢仍然是去这个判断这个端点的，一个呢是判断关系的。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这个得到这个从这个原始文件里面得到这个 CIF 文件。那么 CIF 文件呢，它包含了很多完整的这个三维坐标信息。那么我们可以去通过这个 PyMod 去进行一个可视化处理。那么同时呢，这个输出的一个结果文件还提供了一个全局级别的一个评估指标，比如 PTM。这个 PTM 呢是用于衡量整体结构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准确性。那么对于一些计算资源就具备这个计算资源的一些用户呢，我们也可以去选择本地部署这个 AlphaFold。那么官方代码可以从这个 GitHub 上去这个获取，但需要在这个 Linux 环境下去运行。然后呢，需要下载大概2到3 TB 的一个数据。那么为什么要下载这么大的一个数据？其实 AlphaFold 它是要用到 MSA 的。我们刚刚也说了 ，MSA 它有很大的它需要很大的一个检索库。那么这个检索库呢，可能就要占到1到2的一个 TB。那这也是为什么 AlphaFold 要下载非常大的一个数据的原因。那么同时呢 ，AlphaFold 对硬件也有一定的一些要求。那比如说 GPU 它的一个显存越大，那么我们能够预测的这个蛋白质的一个长度就越长。那么下方就是我列出一道相对可行的一个参考配置，可以用于批量运行这个结构预测的一个任务，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么在介绍完这个 AlphaFold 的一个架构和使用方式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目前的为止在整个领域中产生的一个实际影响。那么通过这个 AlphaFold 的一个官网的一个数据库，我们可以直接下载很多模式物种的一个蛋白质结构的一个预测结果。那么 PPT 里面列举了一些代表性的一些物种，包括我们常见的大肠杆菌小鼠、大鼠、斑马鱼等等等等。那么截至目前呢 ，AlphaFold 数据库已经公开提供了超过2亿个蛋白质结构预测的一个数据，面向全球科研人员开放。那么同时，像 UniPro 这样的一个主流蛋白质注释的这个数据库呢，也整合了这个 AlphaFold 的一个预测结果，在蛋白质条目中呢，提供了这个结构的直接访问入口。那从而实现了这个结构、序列、功能、信息一体化的一个整合。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 ，AlphaFold 它不仅仅是一个模型，它更构建了一个大规模的结构资源平台。2亿的蛋白质结构如果我们全部用实验去解析，可能从这个人类史前文明解析到现在都解析不完。那么 AlphaFold 的一个出现呢，则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我们获取蛋白质结构信息的一种方式。这个也就是它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原因。那么生物制药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呢，就是疫苗开发领域。那么语言模型在这个疫苗开发领域呢，是否也能够做出一定的贡献呢？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第4部分。那么讲到这个疫苗研发领域，就需要先介绍一下这个保护性疫苗的一个概念。那么保护性疫苗主要是通过这个体液免疫发挥作用，那也就是把这个相对安全的抗原引入到我们体内，诱导这个免疫细胞、B 细胞、浆细胞，然后还有一些记忆 B 细胞产生这个免疫应答，那么使机体呢再次遇到病原体的时候呢，能快速做出反应，产生抗体，从而抵御感染。那么传统的疫苗通常采用这个灭活病原体和这个减毒病原体的一个方式，这个应用已经很成熟了，成熟到这个1796年，这个爱德华詹纳从感染牛痘的这个挤牛奶的这个女工身上提取脓液，然后接种到一个8岁的这个男孩子的一个手臂上面。这个男孩子呢就不会感染天花，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牛痘和天花的这个病毒它们比较像。那么牛痘呢，它其实是天花病毒的一个减毒版本。那么这类疫苗呢也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它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你就比如说它的那个女工的脓液啊，什么都有啊，比较复杂，安全性风险呢也比较难以避免。比如这段这个蛋白质序列有毒，我们要怎么去避免呢？它是很难处理的。那么设计不灵活也是它的一个缺陷之一。那么随着分子生物学的一个发展呢，分子疫苗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它的优势呢在于这个安全性比较高，设计呢就更加的灵活。比如我们刚刚说的这一段蛋白质是有毒的，这一段序列是有毒的，那我就不在这个序列上面去设计疫苗呗，就可以跳过它。它的一个特异性呢也更强。那么常见的这个分子疫苗的一个形式呢，就包括这个亚单位疫苗和 mRNA 疫苗。然后亚单位疫苗可以理解为这个直接把病原体中的这个某些蛋白质的一个片段作为抗原，让免疫系统去识别。mRNA 疫苗呢，就是把这个编码抗原的 mRNA 递送到我们人体内，然后由人体细胞去先翻译出相应的蛋白质，再将这些抗原信息呢传递给免疫系统。那么这两种方式是不同的，就一种是授人以鱼，另一种呢是授人以渔。就说这个 mRNA 疫苗呢是教人去钓鱼的那一种疫苗。然后呢虽然两者形式上是不同的，但本质上呢都是希望免疫系统去识别我们病原体中最关键、最具有代表性抗原的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抗原态段。那么问题在于呢，一个病原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蛋白质，你像我们人体就有2万种蛋白质，那每个蛋白质有很多的片段，它都是很可能成为候选抗原的。那么究竟应该选哪一些位置去作为这个分子疫苗的一个靶点，就是疫苗设计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也是蛋白质语言模型可以发挥作用的一个地方。那么因此呢，在这个分子疫苗设计里面呢，第一步就是获取高质量的一个免疫数据。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已经被实验验证可以被这个免疫系统识别的抗原态段，比如说这个对于 B 细胞来说，我们就要收集这个 B 细胞识别的一个表位数据。这一些数据呢，主要可以从这个 IEDB 这个数据库中去获得。那么它是目前最权威的免疫表位数据库之一，收录了大量这个实验验证的这个抗原信息。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这里也补充一些相关的一个数据库，就比如说这个 VDJ-DB 就是这一个数据库，它主要记录了 T 细胞受体和这个抗原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那么 TCIA 它记录了这个肿瘤免疫特征的一个综合数据库。那么 ImmunePort 它是临床研究和免疫实验数据相关的一个数据库。那么这一些数据库呢，从不同角度去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免疫语料库，那么为后续利用机器学习或语言模型去学习这一些免疫学数据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力的一个支持。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发表在这个 Advanced Science 的一个刊物上的一篇文章。那么该文章是由刘金平教授和曾木生院士为共同通讯作者，我王友涛博士和孙聪研究员为共同第一作者的一篇文章。那么文章的核心是利用这个 Transformer 模型来高效筛选这个分子疫苗靶点。那么具体来说呢，我们首先基于这个 IEDB 中经过实验验证的这个 B 细胞表位数据去构建一个训练集，也就是把收集那些能够被 B 细胞识别的这些抗原态段。那么随后呢，就利用蛋白质语言模型去提取这些态段的一些表示。那么并在这个基础上训练一个多尺度的一个卷积分类器。我们将这个 pipeline 呢命名为 BEPIC。在该 pipeline 的一个构建过程里面呢，我们比较了这个不同蛋白质语言模型的一个表征能力。那么我们发现这个 ProChance 提取的这个态段特征呢，在 IEDB 测试集上呢，它是优于这个 ESMR 的。那么同时我们也比较了多种的一个分类器，包括 MLP 随机森林、SVM、XGBoost， 结果也显示这个多尺度卷积分类器的一个整体表现最好。那我们猜测啊，这个它的一个表现好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它能够同时捕捉序列的一个局部模式和整体模式。那么构建这个 BEPIC 以后呢，我们进一步在多个独立的这个数据集上进行了一个验证。那么包括我们这个 IEDB 的一个内部测试集，然后克氏追虫的一个高通量的一个多态阵列数据集，以及一个已知的疫苗靶点序列数据集。那么并将这个模型啊应用到这个实际场景里面，就比如说去幽门螺旋杆菌和 EB 病毒相关的这个抗原筛选任务里面。那么结果显示呢，这个 BEPIC 在这个
IEDB 这个测试集上的一个 AUC 达到了0.881，它优于目前的这个IEDB 它推荐的权威性比较强的这个 B 细胞表位预测软件 bPred。那么同时呢，这个 bEPIC 在效率上也具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优势，例如10000条序列大概5分钟就可以完成预测。那么因此这个工作呢，就说明这个自然语言模型学习到了一个态段表示呢，可以有效服务于分子疫苗的一个靶点筛选，在准确性和效率上呢，都展现出较好的一个应用潜力。那么刚刚提到呢，我们还对这个 bEPIC 进行了一个更多的一个独立验证。那么第一个测试就是去区分已知的疫苗靶点序列和随机序列，这是一个回顾性研究。那么结果显示呢 bEPIC 它会给已知疫苗靶点更高的一个预测分数。那这些靶点就包括我们常见的乙肝表面抗原 HBsAg、流感病毒的 HA 蛋白、登革热的病毒的 PIN 蛋白和一些疟原虫的这个 CSP 蛋白。那么我们以乙肝为例，我们现在接种的这个乙肝疫苗主要成分就是这个乙肝表面抗原 HBsAg。那么我们其实在这个接疫苗的时候，你看一下那个疫苗的说明书，上面就是写了这一个蛋白。那么如果我们一个模型真正具备这个疫苗靶点这个识别能力呢，它应该能够在这个乙肝病毒结构蛋白里面去优先识别出这一个靶点。那么结果呢，也确实如此。我们把这个乙肝病毒的这个结构蛋白输入到这个 bEPIC 以后，乙肝表面抗原获得了最高的一个评分。那么第二个测试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查加斯病的一个相关研究。那么该研究呢，收集了7名查加斯病的这个患者的一个血清，并利用一个高通量的多肽阵列技术检测了这个克氏锥虫，也就是查加斯病的一个病原体 T-Cruz 的239575条的这个15肽序列。那么目的呢，是判断这些肽段是否能够被人体的免疫系统去识别，也就是具有反应原性，是否具有反应原性。那么虽然这个Schaeffer 这个多肽的这个芯片公司称啊，他们已经可以把这个多肽阵列技术的这个成本降低到大约1美分1条肽了。但是我们算一下，大概24万条的这个肽段仍需要2400美元，那7名患者大概就要1.7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要10万元那么多。那么其实这个公司卖给我们可能会卖到更高的一个价格。那么 bEPIC 可以在约2个小时内呢完成同规模的一个预测。然后如果你们的服务器里面已经有 GPU 呢，计算成本大约就是几百块钱的一个电费，那显著降低了整体的一个计算成本。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它不仅在这个单个患者中表现较好，在7名这个患者中的一个 AUC 也均能保持到接近 0.9。那么说明什么问题？就说明这个在这个7名患者中呢 bEPIC 都能够找到这些能够被人体免疫系统识别的这个肽段，而且这个方法呢，它优于这个 bPred， 说明 bEPIC 具有良好的一个鲁棒性和实际的一个应用潜力。那么在证明这个 bEPIC 有良好的一个鲁棒性以后呢，我们进一步将它应用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疫苗的一个靶点筛选里面。那么幽门螺旋杆菌就是胃炎和胃癌的一个重要生物致病因素啊。如果大家担心的话，就去医院做一下这个碳18，或者去做一下胃肠镜，就可以去检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含量。那么目前呢，临床上主要是依赖于抗生素去治疗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这个抗生素呢，它也存在着耐药和副作用的问题。那么它副作用的原因呢，也可以很容易去理解。它产生副作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抗生素它杀细菌的时候，它不会分哪一些是好的细菌，哪一些是坏的细菌，它是照单全杀。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副作用之一。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开发出一个有效的保护性疫苗，那就可以有望从这个源头上去预防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感染。那么在这项工作中呢，我们以 bEPIC 这个评分作为一个核心，去构建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潜在疫苗文库。那么并从中筛选出这个9条肽做这个动物实验验证。那么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生物医学研究当中啊，计算预测永远是第一步，最终还是需要去用实验验证。因为实验验证它才是我们生物实验的一个生物里面的一个金标准。那么这里呢，我们就通过免疫小鼠去模拟这个疫苗接种的一个过程，然后检测这些肽段它是否能够诱导这个机体去产生特异性免疫反应。那么首先我们用这个 ELISA 的这个实验去检测这个小鼠血清中是否含有这个特异性抗体。那么结果显示，我们 bEPIC 打分低的这个肽段，相比于它
BAPIC 高评分的这个肽段能够诱导更高水平的一个特异性抗体的一个分泌。那么进一步的，我们就通过这个流式细胞束和免疫荧光的一个观察这个免疫器官中 B 细胞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B 细胞是这个体液免疫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免疫细胞。那么结果也显示，这个高评分的这个肽段，它在免疫以后，那么生发中心中的这个 B 细胞比例也更高。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免疫荧光这个黄色的这一个部分，就是代表很多的一个 B 细胞，它的这个占比也比较大。那么这一些结果就充分的说明 BAPIC 它不仅能够在计算层面筛选出这个候选肽段，也能够帮助到真正具有免疫原性和实验验证价值的这个疫苗候选靶点，帮助我们去找到这一种靶点。那么另一个应用场景呢是 EB 病毒相关的一个抗原筛选。那么 EB 病毒感染呢与鼻咽癌的发生呢发展是高度相关的，然后它的携带者呢非常多，我们有研究称它能够携带者高达90%。不过大家呢也不要怕，因为鼻咽癌发病人数呢仍然是少数啊，但是有一部分人是需要注意了啊，就係我哋老講啊，鼻咽癌呢在我国具有明显的这个地域分布特征啊，它在这个华南地区尤其高发，因此也被称为广东癌。但广东的朋友也不要被吓到了，如果你们害怕，可以来我们这个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去检测一下 EB 病毒的一个含量。那么近年来呢，随着这个人口流动增加以及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一些研究呢也观察到这个鼻咽癌在非传统高发地区的一个发病比例有所上升，所以北方的朋友也不要掉以轻心。那么因此呢，我们就有必要去找一下 EB 病毒的一个抗原到底是什么。那么因此筛选这个 EB 病毒的抗原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在这项分析之中呢，我们首先利用了这个 PhageIP-seq 的一个系数，也就是噬菌体免疫沉淀测序技术，分析了899个血清样本中针对这个 EB 病毒肽段的这个特异性抗体反应。结果呢就显示，这个 BAPIC 评分比较高的，像这一种比较高的一些肽段，然后呢它在这个血清样本中呢表现出更强的抗体识别信号。那么随后呢，我们就挑选了2条低分肽和2条高分肽，然后在我们自己的中心里面去做这个 ELISA 的实验验证。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本中心的这个实验验证结果里面呢，低评分肽无论它在这个健康人里面还是在鼻咽癌患者里面都没有很高的这个抗体的一个表达水平。这说明什么？我们人体免疫系统根本就没有识别到它们。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高评分肽。那么高评分肽呢，它就能够明显的去区分健康人群和鼻咽癌患者。那么而且在这个鼻咽癌患者中呢，特异性抗体的一个整体表达水平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这个 EB 病毒在正常人群中携带率也比较高，所以部分健康样本也能够看到它有一些高表达，但它总体肯定是比鼻咽癌患者低的。那么总体来看呢，这些结果就说明我们 BAPIC 筛选出的一个高评分 EB 病毒肽段，不仅具有较强的一个免疫识别能力，也可能进一步的去作为这个疫苗候选肽段疫苗候选抗原或者是一个免疫诊断的一个标志物，为 EB 病毒相关疾病的一个预防和检测提供新的一个候选分子，同时也为这个鼻咽癌的相关疾病的早期筛查和风险评估提供了潜在的一个靶点。那么最后呢，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领域内的一些局限和展望。那么与自然语言数据相比呢，生物实验数据就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多。那么自然语言模型它可以从新闻啊、书籍啊、百科啊、网页啊、论文啊、社交媒体啊、论坛中获得海量的一个语料。那么数据规模很大，类型很丰富，那么获取成本也相对来说较低。那我们生物实验数据恰恰相反，很多高质量的数据都来自于耗时昂贵的一些实验，然后样本量它也是很有限的。就比如说我们常做这个小鼠实验的同学，他们可能2个月才能够做一批实验数据出来。那么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精标准的一个实验数据它比较少，那模型它学习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学习到不充分的一个数据，那么泛化能力就会受到一个限制。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数据的一个偏移。那么比如说阳性样本很多，阴性样本很少，或者是刚好反过来，
那这个时候模型训练的时候，它就会偷懒，它只学到表面的一个规律，甚至是只会预测某一类的一个结果情况，然后看起来整体的一个准确率是不错的，但其实它没有学到真正的一个生物学机制。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数据不完整的一个问题。那么尤其是这个组学数据中，它会经常出现大量的这个缺失值。那么原因可能是某些分子它的一个表达量比较低，它会低过这个检测阈值，就会出现这个缺失。有时候我们分析这个低丰度的一个分子的时候，哇，映入眼帘全是缺失值，这也是非常影响我们模型训练的。然后第四个问题呢，就是长尾分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生物分子的一个网络，它都属于一个多属于一个无标度的一个网络。就是说什么是无标度网络？就是少数的关键分子连接着非常多的一些生物通路，承担着很多的一个功能，就像交通枢纽里的一个机场，白云机场、首都机场、虹桥机场，它们哪里都能够连上。可能我想去飞拉萨，我也能够飞到拉萨。那么生物呢？生物里面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明星分子。那么我们常说的其中之一就是 mTOR。我们做分子生物学的就常说遇事不决先扯 mTOR， 因为 mTOR 跟减肥、衰老、癌症好像什么都能跟它扯上关系。但这样的这个核心分子它只占少数，大量功能相对较弱的这个或者是研究较少的这个分子呢，就能容易把这些关键分子给淹没掉。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多尺度数据难以整合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那个文章，它的一个实验验证验证一个肽段它是否能够发生这个诱导机体发生免疫反应。我们一会儿用这个 ELISA 实验，一会儿用这个流式实验，一会儿用这个免疫荧光实验，它共同支持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结果。但在这些数据呢，在统计量上，在量纲上面，在这个实验条件上面，评价标准上面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把它整合成统一的一个结论，把它整成一个很干净的一个数据集，它是需要耗很多的一个时间成本的，而不是我们简简单单把它随便堆叠到一起就 OK 的。它需要额外的一个建模方法和实验设计。那么总体来说呢，生物实验数据并不是不能用，而是它更稀缺、更偏、更脏、更复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使用大模型研究生物学问题的时候，数据质量和数据整合往往比模型本身更加的一个关键。那么因此呢，并不是模型越先进、参数量越大就一定越适合生物学问题。那么对于很多生物实验数据来说呢，样本量有限，实验条件差异比较大，噪声也比较高的时候呢，这时候简单的一个机器学习模型呢，反而可能更加适合，因为它们需要的这个数据量不多，训练更稳定，解释性也更强，那么也更容易在这个普通电脑上快速进行一个验证和假设。那么相比之下呢，这个大模型呢，通常依赖于大规模多样化的一个数据，然后还需要一些较高的一个算力。那么如果数据量不足，任务定义不清，然后特征本身根本就没有那么复杂，我们自己人工都能总结，那直接上大模型可能会带来过拟合、泛化不稳定、计算成本过高的问题。那么换句话来说呢，模型选择应该服务于问题和数据，而不是盲目的去追求参数规模。杀鸡焉用牛刀，有时候一把小刀可能会更好用。在这里呢，我想举一个例子。22年的时候呢，我和我一位那个广义五院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临床专业的宿友呢，一起做了一个肝硬化的一个预测评分，叫做这个 NLS score。那我们运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年龄分层的一个分类逻辑回归，就可以很好的去预测这个代谢脂肪肝病人肝脏纤维化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这个预测3、4期的时候，这个病人能够达到0.882的一个 AUC， 然后在预测这个纤维化程度较轻的这个2期的一个纤维化的病人的时候呢 ，AUC 也能够达到这个0.762。那么当时还没有模型能够预测这种比较早期的纤维化的，所以说是一个比较可以振奋人心的一个工作。因为这个简单分类的这个逻辑回归，它的解释性也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还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就说这个肝脏纤维化的这个程度和你是否具有糖尿病，你的一些肝损伤指标，它是成正相关的。那么这个文章呢，我们在投稿一个欧洲期刊以后呢，经历了这个数月的一个审稿时间就被拒了。然后拒了以后没多久，这个拒稿的主编同一个肝脏协会的这个成员呢，就发表了类似题材的工作到这个柳叶刀上面，23年发表了。这个事情真的是有点令人唏嘘。那么这一个发表在柳叶刀的这一个文章呢，它用的就是
线性回归，更简单，就很简单的一个模型。它为什么要用这个线性回归的这个模型呢？它也做出了一个解释。他说它更容易校正，计算很简单，而且临床解释性也很好啊，医生一看就懂啊，哪一些是正相关，哪一些是负相关。所以呢，我们其实在大模型，在我们这个生物学里面呢，有时候要试一下去使用传统的一些机器学习模型去进行一个训练。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实验阴性的这个结果对大模型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呢需要这个实验阴性结果来去训练大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IEDB 数据库上收录这个 T 细胞的一个实验数据是非常严重不平衡的，阳性数据一大堆，然后呢阴性数据很少。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其实也很简单，道理非常的简单，因为这个生物学杂志会收，没有什么生物学杂志会收这个全是阴性结果的一个论文。啊，这就导致我们这个数据库中阳性结果被放大了，但这个放大要打双引号。那么从建模这个角度来看呢，这种不平衡会带来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模型主要是基于阳性数据训练，就会学到很多偏差的一个模式，甚至在这个极端的情况会预测到，就会出现这个预测全阳的一个模型坍塌的一个现象。这就像是一个太极，阴阳是相生的，没有坏人的衬托，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人。那没有阴性的这个实验数据，那模型也很难学到这个阳性的一个特征。那么从真实的一个生物学场景里看呢，其实情况大多数是相反的，大多数的这个生物分子其实是弱功能的，不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实里面阴性样本是占多数，但是呢，我们在数据库里面记录的阳性样本是偏多的。那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补充大量这个阴性实验数据呢，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问题。那么本来生物实验就很累哈，你让学生每天就做一大堆的这个阴性结果，我估计他们没有几天，他们心里就崩溃了啊，拿着这个身份证就要实名举报了，我这一天一天被安排了什么工作啊？不过呢，就是为什么我这个老师让我全部都是做这个阴性结果啊，我又发不了文章，又毕不了业，那我该怎么办？所以说这个阴性结果的这些实验不能靠人工去做，它更应该是靠什么呢？靠这个自动化实验平台去发展。那么比如说常见的这个机器人实验室，现在发展的很好的机器人实验室，还有一些高通量筛选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普及，那我们有机会去更系统的去获得更多的一个阴性数据，从而建立这个更加完整、更加平衡的这个生物实验数据库。那么未来如果能够构建大规模的一个阴性样本基准库呢，将会显著提升模型训练的一个稳定性和泛化能力。那么第二个这个思考，就是在真实的一个临床场景里面呢，单模态模型它难以应对这个临床的一个复杂性。那么就以肿瘤这一个为例，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去获得这个肿瘤相关的一个信息。比如说问卷调查，它可以反映生活方式和家族遗传的这个背景。这里我就举一个肠癌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喜欢高油高脂的一个饮食，那患肠癌的这个概率就会大幅增加。那么高油高脂饮食它就是我们造肠癌模型的一个方式之一。那么也就是我们生活问卷调查问卷的一个意义所在。那么另外就是如果家人里面有人患过肠癌，那也是需要注意的，这就是家族遗传背景调查的意义所在。那么这一类人呢，他就更应该早点去做胃肠镜，降低肠癌的风险啊！我又友情的帮助了我那个5院的宿友啊，普及了一下胃肠镜早筛的一个知识。那么到时候记得打钱给我啊。然后影像数据包括这个 CT、彩超等等，那么可以观察这个肿瘤的位置和形态。那么生化指标呢，它可以提供这个肿瘤标志物，比如说癌症的这个5项检查 CA1、CA199、CA125 等等。那么病理数据呢，可以反映这个组织的这个形态特征，然后还有这个染色特征。那么此外还有一些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等组学数据，可以从分子的宏观层面去描述癌症。那么这些数据其实都是从不同的一个角度去描述一种疾病。那么每一种模态呢，它只能看到问题的一部分，就像是盲人摸象。单独看任何一种数据都很难去真实的去理解肿瘤的一个真实状态。那么右侧呢，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肿瘤综述。那么它说明什么呢？它说了一个肿瘤它并不是单一某一个因素导致的疾病，而是涉及着持续增殖、逃避生长抑制、抗凋亡、血管生成、清洗转移等等复杂过程，然后呢
跨了分子、细胞、组织、器官多个层级的一种复杂疾病。因此呢，我们单一模态的模型往往难以覆盖这种多尺度、多机制的一个临床复杂性的一个疾病。所以未来更合理的一个方向呢，就是把影像、病理、主学、临床指标、生活方式等等信息全部组合起来，构建一个多模态模型，从而更全面的去了解疾病，也更好的去服务于诊断、预后、评估和治疗决策。那么这项发表在这个 Cancer Cell 的一个研究上呢，就是一个多模态模型在这个肿瘤预测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例子。那么它的一个核心思路呢，就是把这个病理切片图像和基因数据去整合起来，用来去进行肿瘤患者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分层和这个预后的一个预测。那么具体来说呢，这个病理切片图像呢，首先通过这个卷积神经网络提取这个形态学特征，然后模型中可以去学习这个肿瘤微环境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免疫细胞的一个浸润程度。那么我们一般来说，较高的这个免疫细胞，它浸润往往预示着更好的预后。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免疫细胞它是有去监控肿瘤和甚至是杀伤肿瘤的一些效用。如果我们肿瘤的微环境里面有更多的这样的有益的细胞在里面呢，它往往就预示着比较良好的一个预后。那么一般来说呢，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肿瘤的基因测序数据，它通过这个脉冲神经网络见这个分子的一个特征，比如它发现了这个 IDH1 突变，预后相对来说较好，等等等等，这些基因上的一些层面上的一些反应。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直观的一个结果，就是看到这个3个图的一个比较，然后这叫做这个生存曲线图。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蓝色的这个曲线就代表着低风险的就模型预测的低风险的患者。然后这个曲线下降的越慢，就说明这个病人的预后的整体生存期是越长的。那么红色呢，就代表着这个模型预测的这种高风险的患者，那它下降的越快，就说明这个病人的一个生存期是越短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只使用基因数据的这个 SNN 模型，还是只使用这个病理图像的这个 AMIL 模型，它在区分这个肾透明细胞癌患者预后好坏的方面，它都不如融合了2类信息的这个多模态模型。它们区分的这个两个线，它分割的非常的开。那么这个就说明一个问题呢，就说明这个病理图像和基因数据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重复，而是提供了一个互相互补的一个信息。因此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多模态模型去提高这个多癌种预后预测的一个性能，为癌症的一个预后风险评估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工具。那我们这一次分享呢就到此结束了。我们首先介绍了这个自然语言模型和生物语言模型呢，它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的。那么两者呢都可以通过这个自然语言模型去建模。那么使用蛋白质序列去建模的这个蛋白质语言模型呢，可以解决很多的这个生物学问题。那么在生物学中很重要的一个领域，生物制药的这个领域里面呢，语言模型帮助我们去解析蛋白质的一个结构，筛选疫苗靶点，提高了这个效率，降低了这个成本。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领域目前的两个瓶颈，一个呢是生物实验数据的一个局限，这提示着我们不仅要用大模型，还要重视传统的机器学习模型，还告诉我们要重视起来阴性的一个实验数据。建立这个阴性实验数据呢，离不开这个机器人实验室和高通量筛选技术的一个帮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单模态模型，它难以去应对这个临床上的一个复杂性，说明这个多模态的模型在疾病预测、预后、治疗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场景。非常感谢梁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我们先把掌声送给梁老师。谢谢大家，然后相信大家都有不少问题想跟梁老师进一步的进行交流。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 Q&A 环节。我收集了线上观众的一些提问，也欢迎现场的老师们跟梁老师进行积极的交流哈。我们先从基础的问题开始。梁老师，您在今天分享中提到，蛋白质序列其实跟自然语言具有非常相似的特性。氨基酸的残基可以被视为计算机领域的词源 token。那么从本质上来讲，蛋白质语言与人类自然语言相比，您觉得
不同的地方是什么？然后这种差异对于您的领域里面在进行建模的时候会带来哪些挑战？就是我刚刚这个 PPT 里面有一个讲的，就是您可以倒回去，对可以。对，我觉得这个蛋白质语言它的一个获取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获取它是要通过这个实验数据去获取的。然后呢，实验数据它跟我们那个常见的这个自然语言是非常不同的，因为自然语言可以从很多很多的这个网络平台，包括报纸啊、书籍啊上去获取，然后它的一个数据量非常大。但是蛋白质的一个语言，就包括它的一个数据，它的获取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它其实很重要、很困难的一点，就是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难以去那个解决的一个问题。对。好，谢谢梁老师。那下一个问题，我们就深入到方法论的层面。您提到关于蛋白质的语言模型，在很多任务上，其实在替代传统的多序列比对方法这种机械的人为筛选的方法。那想请梁老师进一步谈一谈，在哪一些具体的场景下，蛋白质语言模型它又转化为更多转化为一定的优势，然后在哪一些的情况下，传统方法还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它其实两种方法它是各有各的一个优势所在的。然后蛋白质语言模型它在那个筛选这一个，它跟这个多序列比对去相比呢，它的那个可以不依赖于数据库，这个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优势。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它不依赖于这种数据库的时候呢，它就大幅降低了它的一个就提高了它的一个计算效率。这个是蛋白质语言模型目前的一个好的地方。但是为什么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AlphaFold 为什么它还在用这个多序列比对？是因为有一些进化信息，它还是需要在这个多序列比对中，它才能够体现出来。所以其实并不是说蛋白质语言模型就可以完全取代于这个多序列比对。每一个技术，每一个方法，它其实各有各的一个优势和侧重点。对。好。谢谢梁老师。那您既然提到 AlphaFold， 我们下一个问题就聚焦到您今天也花了比较大篇幅来讲的这个里程碑式的工作 AlphaFold。您介绍了到里面 evoFORMAL 中三角更新的机制。然后想请您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去引入第三方的基残作为参照，会显著去提高这个模型的一个预测的精度。那这种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思想，能不能再进一步推广泛化到不同的领域，或者是其他生物分子建模的工作里面呢？对，其实这个方法呢，它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它是通过增加这个，它本来是判断两个位点，就是 I 和 J 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它 J 的这个关系，它在这个空间上的一个可能性是非常的多的，它在这个圆上都是可能会都可以去坐落于这个圆上任意一个位置的。但是呢，我们在引入中间残基的一个和这个 J 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呢，它就可以不断的把这个 J 的一个空间可能性降低到就是收敛到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它既要考虑和 I 的一个关系，又要考虑跟 K 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它的这个空间的上面的一个限制就会被限制在更少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在这里，所以它引入了更多的一个氨基酸残基，那么它的一个空间定位就会被越来越确定。这个就是三角更新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意义。因为我们以前的话都总是看两关系，我们不会去考虑别的东西。然后呢，但是呢，后面我们又发现其实是不断的考虑其他的一些氨基酸位点的一个关系其实能够反过来去限制这一个我们要研究的这一个位点，它在空间上的一个一个可能，对，让它变成一个更确定的一个位置。所以它这一个方式可以去推广到很多，比如说小分子药物化学结构的一些那个，或者是一些很大，就是一些大分子上的一些结构上的一个建模，它都是可以去推广过去的。因为它是把这个东西从序列或者是我们常说的化学式，然后呢慢慢的把它变成这个数学几何表示，然后再从这个数学几何表示变成这一个空间结构表示，只要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的，其实都是可以去用这个方法的。对。好，
好，谢谢梁老师。果然三角是最稳定的一个结构。对，可以这么说。好，谢谢您。然后从您刚刚的表述，然后我们也看起来 AlphaFold 这个方法，它更擅长差值，在进化的序列里面去找规律。但是怎么样去找那些全新的，然后有效的，或者是人工能不能去创造新的蛋白质？通过这个方法，AlphaFold 好像是不能够去创造这个蛋白质的，所以现在好像是那个用这个大卫贝克，他就是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之一，他好像开发了一个软件，是可以去自己去模拟蛋白质结构的一个生成。其实我觉得这个生成式的模型还有这些扩散模型，它是未来去做这个生成蛋白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方向和领域。对。好的，谢谢梁老师。那在理论之外，大家也很关心这些模型它在实际医药领域里面落地的情况，然后聚焦到您本身的工作，像 BApp 在您刚刚提到在幽门螺旋杆菌还有 EB 病毒的研究中，都有展示到很强的实用价值。那从研究走向临床或者是工业化应用这个道路上，您觉得您研究的蛋白质语言模型，或者是在整个市场它存在怎样的瓶颈？我觉得这个其实在疫苗研发里面只是一个开头，它还有要到临床上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这一个疫苗研发的这一个领域的话，它做的只是靶点筛选这个第一步，后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他们有没有一个就是一个之前常说的 cross， 他们会比如说它这个抗原表达并不是因为它的特异性表达。然后抗体产生不是因为它的特异性抗体产生的，还有很多很多这一些东西要排除，它才能够真正走向一个成熟的这一个疫苗。对，所以它只是一个靶点筛选的第一步而已。对，所以我们这一个要做到这个疫苗的话，还有很多工作要走。谢谢您。您今天在最后的分享的后半部分特别强调数据质量的重要性，然后也提到关于阴性实验数据跟阳性数据同样重要，但是像现在在生物学领域是存在发表的偏移的，阴性结果很难去发表。那怎么样去推动阴性数据的共享，还有它的积累？然后像您刚刚也提到解决方案就是机器人实验室，那机器人实验室是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案吗？我认为现在目前如果我们不用机器人实验室的话，很多的方式是通过我们自己合成一些阴性数据去构造这一个阴阳性的一个对比。那么但是有时候呢，就说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呢，就只能是这样做。但是呢，这样做呢又有一定的一个局限，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很明显，就是说我们自己构造的阴性结果并不是跟真实的一个临床分布是一致的，一推到这个临床的一个那个应用的时候，马上这个模型就垮了，它就很多模型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目前最优解肯定是能够创造大量的实验能够做出来的一个阴性数据，这一个数据肯定是更接近于这个分布的，而不是说我们去构造。但是目前来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阴性数据的时候，如何去构造这个阴性数据，然后去让它更接近临床、更接近真实的一个分布，也是非常重要的。对，现在目前来说就可以只能是用这个构造的方法去来这个解决燃眉之急。对，好，谢谢梁老师。我下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您，就是提到在做研究的时候，也不应该盲目的去追求模型的复杂度。那在现在 AI for Science 的浪潮下，您反而指出某些任务的在某些任务中去运用传统机器学习的方法，反而更加高效，然后更加具有可解释性。然后想请您分享一下，怎么样去判断那什么时候该上这些高科技，什么时候该用传统方法？对，像那个我们那个 ProChance 的那个训练的时候，你看它的一个数据量，还有大概是3931个氨基酸的时候，它的这个数据量它肯定是适合去用大模型去做训练的。但是呢，有一些像我们临床的一个数据，就比如说我就收集了400-500例的一个
病人的一个样本啊，700-800例的一个病人的样本，然后他们的那个根据这个跟这个疾病相关的一些特征也比较容易被我们人工找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用大模型去做这些东西，因为它只有几百例的样本，它完全是训练不出来什么很好的一个大模型。这个时候反而就是需要去用一些比较稍微简单一点的模型去做一个训练。其实看样本就 OK 了，像很多临床上面的一些数据，像临床上面的样本，它根本就不足以去用大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去强制的去以这个参数为金标准啊，越大越好去做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就是看你自己的样本的一个数量。好，谢谢梁老师。然后下面一个问题，我想把视野放得长远一些，谈一谈未来发展的方向。然后您在最后提到未来这个领域需要发展多模态大模型，然后将临床资料跟蛋白质信息，包括 DNA 测序这些信息融合在一起。您觉得要怎么样去达到这样生物在多模态的生物大模型？您觉得现在还欠缺什么？然后您觉得技术难点是什么？我觉得技术难点还是在数据的一个整合上面，因为我们这个临床的数据，就说我之前也看过很多那个临床医生他整理下来这个临床数据，它非常的乱很杂，就如何把它整理成一个很干净的一个数据集，这个是第一个难点。然后第二个难点就是我认为就是它那个很多的这个数据，它就是说它获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有什么用，但是呢它那个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那个作为一些人工的一些筛选，然后呢它就比较的脏，这个时候呢它丢到大模型里面，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很能够去解决这个真正的一个临床问题。所以现在有很多临床的一些大模型、多模态模型，它用的那个数据量其实很少。还是在数据量少的一个问题上面，其实这一直都是我们生物学研究里面一个很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如果它的数据量很少，然后呢，它又没有办法把这个数据很好的整合，那不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型，它都没有办法很好的训练出来。对。数据量少的原因是因为生物实验数据还有临床的样本比较少，原因是这个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整合起来。对。所以一直是强调来强调去，就是数据量、数据，就是数据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对。好的，谢谢梁老师。那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我想把话筒交给现场的各位观众，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交流的问题。梁博您好，关于您刚刚分享的那个您团队的那个 EPIC 融合了 CNN 和 Transformer 的一个架构，那么直到去年的时候，其实Scaling Law 也被提出了这种挑战。那么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像您的这个这个架构的设计，采用了混合架构的设计，是不是暗示这个注意力机制存在一些缺陷？那么在你有没有一些实际的生物的场景中？这个研究的场景中，那么轻量混合的架构是否存在更多的一个优势呢？我们这个应该算是一个轻量混合，因为我认为它就是这个 Transformer， 它学习的并不是说我直接输这个免疫态去学习，我个人认为免疫态的这个数据量也是不够的，它学习的仍然是刚刚说这个 ProTrans， 它是有3000多亿的那个氨基酸序列学习出来的，它是在一个很大规模的数据下去学习出来的东西。然后其实我们真正的一个在免疫的这里面去做一个微调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分类器，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轻量的一个架构，它不是说说这个 Transformer 这一个模型存在着什么问题，注意力机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说白了还是因为我们免疫的这个数据不够。对，所以最好的话还是不要让它去那个学习这个，用免疫的数据去学习这个大模型。对。明白了，好的，谢谢梁博。好。
好，谢谢梁老师，然后也谢谢各位谢谢刚才魏老师的提问哈。然后最后我想再代表大家提一个比较开放的问题。那对于今天在收看今天您的分享的学生们，如果他们有希望进入到 AI for Science 啊，或者是 AI 跟生物这样融合的交叉领域，老师您对于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然后怎么样再去因为其实想要从事这个领域，需要同时具备生物学、计算机这样多领域的知识，那怎么样去分配精力呢？我觉得是两条腿走路，因为计算机现在有那个 AI 可以帮着你学习，所以它更多的应该是在课余时间去学习这个计算机和 AI 的一个知识，然后主要的心思还是放在这个实验上面，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实验为基础的一个学科，对，要两条腿走路。好，谢谢梁老师，然后感谢您今天详细，然后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性的讲解，感谢各位的精彩提问，然后也谢谢现场的所有观众。大语言大模型不仅在改变我们对文字的理解方式，也在重新定义去解读生命科学的方式。然后 AI 正在生命科学与生命科学深度交织，开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时代。再次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然后谢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周学术星光再见。好，谢谢。